好，我是貝爾。之前小雨看到我家有那一台科沃斯的掃拖機器人 Debot Mini， 萬元以內，它可以掃、可以拖、可以自動集成、自動洗拖布、自動烘乾。他當時就非常喜歡，很羡慕我有那一台。現在 Debot Mini 出了第2代，我決定让他也體驗看看掃拖機器人的魅力，讓你回家躺着地板也可以乾乾淨淨。哇哦，你家的地板，我为了你1個禮拜沒有掃地。OK， 等一下交給我。我幫你做了一個挑戰，成年污漬。哦，厲害了！然後你還特別用椅子蓋住。對，我怕有人踩到。這才要放哪裡？哦，我跟你說，上一代 Debot Mini 呢，它的水箱出了很多顏色，你可以挑選適合家裡的配色。但這一代不一樣嘍，你想要什麼顏色就可以用什麼顏色，想要放在哪都很適合。Mini 2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水箱結合了氣氛燈，加上它的機身跟基座都比較小，所以擺在家裡的各個角落都很適合。木桌配上溫暖的黃光，窗台旁的植物適合配有朝氣的綠光，放在房間裡還可以變成不怕黑的小夜燈。在他們家的 App 裡面可以調整水箱的燈光，還有18種單色可以選。下方可以調整亮度，不同的效果，像是橫光啊、呼吸或是流光，還可以調整燈光的速度，甚至有8種已經搭配好的場景模式可以選，可以好好融入家裡的擺設，又可以成為家裡的氣氛擔當。Mini 2在外形上其實跟1代是差不多的，因為它的機身跟基座都比較小。基座的長度只有38.5公分，所以你只要找一個40乘40的空間就可以放下它，很適合租屋族或是小坪數的空間。上方這一塊呢是它水箱的設計，外圍呢是清水箱，裡面這邊是污水箱，一次就可以完成污水跟淨水的更換。那我自己每次是習慣是污水箱倒完水之後，我都會再稍微把裡面沖一沖。這個燈條呢，就是藏在它水箱的下面，就是我們氣氛的擔當。你看它的機身很小，它的機身只有28.6公分，比一張 A4 紙還小。因為我現在家裡用的是1代，那2代有幾個我覺得升級很有感的地方。第一個呢，就是它不用再拔拖布了，因為前1代呢，你如果要純吸地板的話，你要把這個拖布盤拔下來，然後你要拖地的時候就必須要再把它裝回去。但2代的話，你不用把這些拖布盤拔下來，你也可以純吸地板，我覺得方便很多。好的，我們現在就讓它出發去掃地，出發。因為我之前都是習慣先讓它吸2次地，然後再讓它吸加拖，所以之前的使用上呢，我的拖布可能就是需要拆拆裝裝的，那現在就不用。再來呢，就是新增了一個清掃編號。再來呢，就是它新增了一個清掃偏好，在 App 裡面呢，它原本有掃地、拖地、邊掃邊拖，那它新增了一個先掃後拖。像我自己習慣就是先掃地，然後再拖地，所以我們先把灰塵乾的吸起來，然後再進行濕拖，這樣灰塵跟水就不會混在一起。它下方的清潔效率呢，新增了精細，原本上1代是只有標準跟高效，現在多了精細，我當然要選精細啊，這樣子它的清潔路徑就會更密集，然後覆蓋率更高。Mini 2這次在吸地上也有小小升級，升級到10000帕。那為了讓大家看清楚 Mini 2的實力呢，我也是讓小雨1個禮拜不要打掃家裡，讓你們可以看得清楚它是如何把灰塵還有頭髮吸乾淨的。哇，這是你們家1個禮拜收集起來的灰塵嗎？你知道為什麼灰塵有一坨一坨？我不知道。因為肌肉很潮濕，然後灰塵碰到潮濕，腳要過去擼一擼，就有搓面團。哦，難怪你們家的灰塵都是一顆一顆很大力的那種。只要不掃就會變。哦，像我這種長頭髮的女生啊，最怕就是掃地機器人掃完之後，我還要去清理滾刷上面纏繞的頭髮。但是因為 Mini 2呢擁有零殘4.0的技術，所以它會直接把頭髮往吸塵口聚集，不會纏在滾刷上面。這是我平常會掉的頭髮，我把它準備來測試一下掃地機器人，因為你家都是短髮。我們好惡心！不要看，我從梳子上面拿下来，這上面都有我的 DNA， 你可以拿去做基因檢測。就是女生的頭髮也就是會這樣子組這樣很多這樣。剛剛掃完這麼多頭髮，來看看它下盤有沒有卡頭髮。哎呦，看起來還好，這邊上面沒什麼頭髮耶，但是輪子這邊卡比較多頭髮啦，就稍微拔一下，還蠻好拔的。
如果你是家裡有寵物的話，它在 App 裡面呢還有一個寵物專區的設定，它可以針對寵物活動區自動去加大吸力，然後降低轉速，避免把貓砂或是寵物的飼料打飛。雖然說小雨家沒有寵物，但是我們可以套用寵物主題哦。你看，我們可以選狗狗或是貓貓，我選了狗狗的，怎麼樣？可愛嗎？而且它在清潔的時候也蠻安靜的。如果你是選擇靜音吸力的話，它的分貝最低只有55。掃完了，掃完要開始進行拖地咯。小雨，小雨，他是怎麼取名的？不是，它叫小雨，我幫它取名叫小雨啊。Mini 2的拖布啊，它會模仿人手，邊旋轉邊下壓，就像是一個人在拖地一樣。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乾的髒污啊，它可以很輕易的擦除。遇到牆邊的時候呢，它會自動甩尾貼着牆邊清潔，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。現在呢，這邊是污渍大挑戰。右邊的這一位選手呢是成年污漬，放很久了，已經乾掉了。左邊的這位選手呢是中年污漬，就是有點乾又有點不乾，我們剛倒下去的那種。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可不可以把它們解決掉。拖地哦。污渍我來了！哦，還有一半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这麼一大塊污漬，你好意思自己不擦叫我擦？好吧，那就靠我嘍！哎，等我一下，再讓我我等下就可以把它拖乾淨了！拖乾淨啦！另外一個升級點呢，是它這一次在 App 裡面對地毯新增了更多的設定。家裡是這種長毛地毯的，在一開始建圖的時候，它就有識別出它是地毯。你看它走上去的時候，拖布是不是就沒有再旋轉了？你可以選擇直接讓它靜止進入，不要讓它跨上去，會讓它有機會弄濕地毯。恭候將自動返回基站，請耐心等待。哇，小小雨，你掃完了，你好棒哦，好爽哦！我只要坐在旁邊就好。打掃結束後，它就會自動回到基座進行清潔，自動集塵，然後自動洗拖布，然後再用63度的熱風烘乾，你就不用自己很辛苦啊，那邊清集塵袋又要自己洗拖布，而且重點是它有熱風烘乾，你就不用擔心那個拖布會潮濕會發臭。而且基隆是不是很潮濕？我聽說基隆人家裡都要有一台烘焙機。廚師機我家也有，但是我沒有聽說烘焙機。好，但這不是重點，重點是呢，它烘乾的時候又更安靜了。它中間的集塵和集塵袋拖布其實都算是耗材，像這個集塵袋啊，官方的說法是大概2個月換一次，但我自己那一台是用了7個月之中，我只換了1次，所以大概3.5個月才換一個袋子，就看大家怎麼用啦。像我自己平常如果有想到的話，我還是會把這個拖布拆下來，然後直接把它拿去洗。用過1代之後，覺得2代的優點包括不用再拆拖布啊，然後它的清潔效率多了精細可以選，我覺得方便很多。而且10000元出頭，你就可以買到全能基站，還可以充當氣氛燈的掃拖機器人，不用太多的預算，你就可以升級你的生活。我只能說，有了掃拖機器人之後，真的回不去，爽不爽？它会留下來嗎？它会你猜？它会留下来吗？你猜？